平昌冬奥会闭幕式2022相约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，背后是历时17个月的紧张筹备。87天的封闭训练，83名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战胜了严寒和体力的挑战，圆满地完成了排练任务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团队根据导演组的要求，完成了道具的自主研发，不断突破技术难题，排除安全隐患。越细心，它越完美，完美呈现，这是国家实力，后边是人的努力和时代的进步。在北京8分钟文艺表演的舞台上，24个载着透明屏幕的智能机器人与轮滑演员互动，成为节目的最大亮点。这些近乎透明的屏幕是深圳市一品光电有限公司的创新设计，曾获得过多项国际发明专利。户外领域还是首次尝试，因为这个透明屏大家都是用在玻璃橱窗还有幕墙后面，真正用在那个户外的话，目前市场来看还没有一家敢真正的放在户外。一个是风的一个影响，还有震动的影响、静电的影响，还有防雨的影响，这个要求特别高的。第一代这个产品呢，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说模块比较小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整个安装起来的整个这个强度和各方面的刚性、稳定性都是比较好的。产品要求这个4米乘3米高的这个产品，中间的有点多。对，中间的话，像我们这个老产品的话，这第一代产品，你看这个一道一道，但是这现在2.5米，就有4个竖梁，这个就是视觉上面非常差的。4米宽的透明屏要做到尽可能的简洁通透，需要撤掉中间连接处的竖梁，才能达到导演组要求的视觉效果。这是冰屏团队必须要攻克的技术难题。屏体的这个固定呢，就靠一些比较稀疏的这些金属件做一些连接。我们那个现在呢，就是说整个这些透明条，像我们第2代当中提的这个透明条啊，这些透明的这个固定件已经取消了。整个从这些地方看出来，你看是虽然有卡位，但是说整个是自身的这个面板的这个卡位进行卡了，没有多余的这个结构去卡它。在这个行业里面，能做到3米对拼的这么通透的效果，是目前只有咱们一家，因为这个项目可以推动咱们更快的发展。我们的这个屏呢，要配合的机器人的走位，对整个软硬件的要求也比较高。30台机器人也将于11月30号运往北京昌平进行彩排合练。所以这一系列的产品是相当于我们从无到有，自己一路走过来。稳定性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从现在呈现的来看的话，效果还是蛮不错的。聚集了这么多的眼球和目光，对我们的一个期望也是非常大的。低温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不只是灯条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的元器件都要考虑到低温。如果我们的这个控制芯片这一块在超低温的情况下，它达不到它启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，那其实整个系统就是属于瘫痪状态。环境舱中的温度降到零下20度，所有道具关闭加热功能，静止1个小时之后开机启动。工作人员对设备的外观、性能指标进行测试。操作者感觉跟咱们在常温下的那个操作感觉是一样的吗？这个操作感觉跟常温是一样的。冬奥组委委托的这个低温实验呢，包含的是一个叫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机器人的自动移动的系统，号称叫 AGV 系统，和它上面有一个车载的屏幕啊。因为这样一个装备呢，是在冬奥会的场景上会应用，也就是说它会在一个这个严寒的一个环境下应用，所以呢，希望在应用之前呢，能找我们
这样的技术机构，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环境对它的这个性能和表现进行测试。这一块呢，就是当时咱们测试的场地，机器人呢主要是在这一块场地进行左右平移，还有前后平移的移动测试。屏幕呢是架在机器人的上面，实时的播放咱们需要播放的信息，来看这个显示的状况有没有问题。当时呢测试呢，我们首先是测试的零下25度情况下设备的运转情况。当时呢由于温度确实比较低，设备在移动的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，屏幕呢也发生了一些光带发生了一些小的形变，但是呢并不影响内容的播放。随后呢由负25度升到了零下20度，这个呢就比较接近咱们真正在平昌进行表演时候的室外温度。这个环境下呢保持了半个小时以后，又进行了机器人的移动测试。这个时候呢机器人并没有发生任何故障，可以按照咱们设定的要求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。显示屏呢依然可以正确和完美的播放显示的内容。低温下，那即使现在我测的可以了，我也做了一些加热测试。其实我们能想到的，已经就是说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3件道具被运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风洞实验室，测试5级大风情况下设备的稳定性。当时冬奥组委也是在这个平昌冬奥会的这个实地进行勘察，因为他们当时发现这个当地的风速会比较大，尤其是在进出口的位置风速比较大，他们可能考虑到是不是对他们这个设备会产生风速上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当时也考虑了进行这个抗风性能的测试。当时这个冬奥组委考虑的方面比较多，大概做了有40-50种的工况。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是模拟了不同风速下的设备的运行轨迹以及它的工作情况，然后进行分析，然后对这个设备的改进或者是在运行方面提出了一些简单的建议。在5级大风下，冰屏和智能机器人正常运行，没有发生明显的抖动和偏移。抗风的这一块呢，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担心的，但总体上来说，我觉得我们的设备最终的这些技术指标都是满意的。2017年12月13号，轮滑演员与机器人等技术团队迎来了第一次合练。演员准备，5、4、3、2。上场前，推平演员需要将400多公斤重的机器人从100米之外，在2分钟之内部署到位。由于场地大小的限制，速度太快发出的噪音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接旗仪式的举行。走慢一点，2分钟，看看行不行？这样噪音会小很多。刚才那噪音啊，我跟你说，全场都皱眉头。技术在表演当中都是双刃剑，越高科技，越是双刃剑，谁都不敢说他的那一天100%满，所以他就是要对我们这个团队有更高的要求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故率、故障率，这个是我们一个科学的态度。故障率最后你不达标，那你真的是最后怎么办？这个就挺麻烦的。一定我们要有个准确的对我们这个产品，因为你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还挺揪心的，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它会有一些失误。我觉得我们能理解它第一次用在这种大型的舞台演出当中，要跟人去互动，要跟屏幕的内容去互动，要跟现场的环境去互动，总会要有一个调试过程。那么我们现在12天，1/4的时间
已经非常好了，我觉得大家确实用了很多心，后边还有3/4的时间，我觉得会越来越好，会更好。第一次合练后，技术团队进一步加强机器人的调试工作。技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背后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测算、编程、校对和一次一次排查，是它要完美化。还是有的屏就闪对吧？7号，因为这个也，如果机器人的故障没有那么高，这屏上的要有这么大的故障，将来永远有黑屏，这个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机器人的问题得以解决了，冰屏又出现了雪花现象。对于技术团队来说，这又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刚才我看了表现，就是说机器人它在有些动作上出现偏差，但是它卡不住。如果是视频，这块屏上头是花的，这块屏上是卡的，它就全程是补丁，全程是一个漏切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有空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还是担心这24块屏幕，因为它太依赖于科技含量这些东西，毕竟都是电脑。电脑它总有一些故障的时候，它确实很复杂。车体没有接地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屏以前就是没有做过没接力的。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慢慢的它就随机的就出现几个机台，就突然就降花了。其实按一下重新开一下是可以的。最终解决你认为应该没有大问题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没有准确的找到是哪一块出现啊？那你这不行，我看这次这出现这个问题是挺麻烦的。我原来还没有预估到这屏不断出现问题，播放上出现问题，那这不行，你这个回答绝对不行，可能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的第一隐患吧。我觉得，我预感它可能会成为第一隐患。我不是很了解技术，你就1月5号以前。不，这样的啊，你1月5号以后不能再这样。你2天之内必须查出问题来。经过排查跟测试，技术团队终于找到了导致花屏的主要原因，是由于排练过程中推屏次数过多所产生的灯条震动。我们现在索性就把伞的全部给卸下来，重新换新的，提前做准备，推上去演一次是没问题的。紧张排练了1个月的工作人员，在元旦这一天难得放松一下，聚在一起庆祝新年。向大家致以新年好！2018年1月19号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延东、北京冬奥组委主席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领导审查了北京文艺表演的全要素彩排，对排练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统一拼搏，排练的非常成功，真正的来实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。8天之后，他们将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为世界献上8分钟的文艺表演。当天晚上，早在2月11号就到达平昌的技术团队向导演组汇报了工作进度。他们11号到了平昌之后，得知18号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合练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给我们中国团队独立的合成实践。当时我们就要求，不管多大困难，你们必须在17号把所有设备调试好。到平昌最担心第一个就是组装时间，屏没装好，机器人是没法去运动，会影响整个我们团队的一个进度。所有人就在那个库房里面昼夜干。
正常半个月的活，在几天之内完成的。几个灯条出现了问题，今天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灯条都换掉。所有的车在这2个备场区的连接情况均是 OK 的一个。总体上感觉，我觉得，早期我们跟韩方的合作和配合还是很好的。承担开闭幕式的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坐落在平昌郡的山脉脚下。这座露天体育场呈规则的5边形，中央是一块圆形场地，整个体育场可以容纳35000名观众。这天晚上，表演团队就要在这里进行第1次彩排了。表演团队也在下午来到了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，为晚上的彩排进行准备。来，你蹲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膝盖。来，蹲一下。技术团队也在反复地对机器人和冰屏进行检查，就是要保证我们整个系统这一块不会因为我的哪个地方固定松了，会导致我的这个整个效果出现问题。夜幕降临，彩排即将开始。吃力点，有的是时间。这次彩排是北京8分钟表演团队的单独彩排，他们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。此时距离闭幕式的演出只有7天了。技术团队在场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和测试。来，兄弟们不用慌，没事啊。晚上8点钟，还没有完全适应场地的表演团队迎来了第1次联合彩排。Mesdames et messieurs, la présentation de Pékin 2022.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Beijing 2022 presentation. 前一天发烧到39度的张艺谋导演，一边开着会，一边还在量着体温。一下就超过38度。会议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凌晨2点钟了。张艺谋导演还要前往奥林匹克转播公司开技术协调会。其实我这几天因为感冒了嘛，本来就没睡好，睡不睡都是不重要的。我自己觉得，国家的事儿是大事儿，短短的8分钟，其实是个大事，最大的事情。凡国家的大事情，你必须肝脑涂地，你没话说，要全力以赴。第2天傍晚，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雪。我刚开始还挺兴奋的，因为在北京还没怎么见过雪，一来这边难得见到1次雪，但后来发现这事情好像不对，如果雪下得越来越大的话，我们表演就麻烦了。我们的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尝试，因为我们不想放弃。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轮滑和我们的技术控制在这个天气下怎么样。这个实战很重要。原来预计的、担心的就是这一类的天气，它的情况不至于取消，但能不能做几成，要看具体节目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这次彩排只安排了4台机器人和5名轮滑演员上场。最先受到考验的是推屏演员。对我们影响其实真的很大。大雪的情况下，我们无法发力，脚底还会打滑，然后那个屏还有一个长达6米的斜坡，所以就很吃力。昨天我们上了4块屏，我觉得很好。我说，哎呀，我们还开玩笑说，机器人不负众望啊，就是说看起来它很稳定，所以全程动作做下来没问题。2月23号的天气依然糟糕，下午平昌下起了小雪，傍晚又刮起了大风，彩排数次延迟。就在演员们上场的时候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。
刚上去就说撤下来，当时导演就在耳返里说，马上下来，马上下来，马上下来，所有全体人员都下来。此时，场地上空的风速已经达到了每秒钟15米。大风已经把那个屏刮得整个在旋转了，根本无法控制这个屏幕，所以当时特别担心这个事情。在等待了20多分钟之后，表演团队接到通知，今天的彩排取消，第二天增加一次联合彩排。雪再大，风再大，不仅是我们演的问题，它整个闭幕式它就要进入备用方案。它的备用方案一定是找一个场馆，在室内只进行仪式，不再有文艺表演。哪个环节最操心啊？还是天气啊。晚上8点钟，联合彩排准时开始。8点37分，推屏及反光柱演员领取冰屏和反光柱至备场区。8点52分，主控人员进入控制室。9点02分，轮滑演员备场完毕。北京8分钟表演团队所有人员就位。表演团队严格执行了预案。正式表演前的最后一次彩排，演员们的轮滑鞋上没有缠胶布，他们也没有做简化版的动作，以0失误的成绩完成了表演。大家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来展现我们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那份信心、那份坚持、那份热情。25号最担心的东西呢，还是我们这一套高科技的设备是不是能正常发挥。我就怕熊猫倒了怎么办？担心我们的熊猫快摔熄了、摔灭了，亮不了。天气是最担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怕天气下雪，只要不要出现那个因为刮大风不让我们演了，我们就一定能给大家呈现一个很精彩的演出。除了不可控的天气，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的结果。